小月，月月，如今我虽已功成名就，纵有万亿资产，可当初对你们的亏欠，是我一生的遗憾。李小月，家里的钱呢？家里的钱早就被你败光了。你放屁！我要！李月，我求求你了，这是给女儿治病的钱，你不能拿走。你相信我，小雪，有了这些钱，我就可以翻盘，就可以带你和女儿过上好日子了。不要走！老婆，女儿，你们在哪儿？林总，打完最后一针，您就可以出院了。好。通知公司，我决定拿出10亿来寻找15年前离开我的妻子和女儿。10亿？对，10亿，寻找他们的下落，弥补我当年对他们的亏欠。是，这就去办。李凡，你现在知道亏欠了。刚才那一张就是送你上路的。小月，你回来了，我们的女儿。你还有罪魁祸首是你的，我要你给他赔我错，老婆，我真错了。老婆，我错了，老婆。这是15年前，我重生了。真的，爸爸好像睡着了。老婆，上一世是我负了你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让你们受一点委屈。上一世是我负了你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让你们受一点委屈。爸爸，你不要再打妈妈了，好不好？老婆，我林凡，我求你了，这钱是给月月治病的，你不能拿走。上一世我家暴、喝酒、打牌，小月都忍，但我拿走月月的治病钱，
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老婆，以前我是混蛋，我发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对你和月月好。钱的事你不用担心，包在我身上。李凡，我们还是离婚吧。老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月月治病的钱，我一定会凑齐。你知道月月的手术费要多少吗？30万，30万呀！你上哪里去凑齐？月月今年已经8岁了，但凡你争点气，我现在也不至于这么无助啊！30万而已，1周之内，我一定凑齐。夫妻多年，你什么品行，我一清二楚啊。这2天我会带着月月去我弟弟家住，下周一我们民政局见。我们走。爸爸，我不想让爸爸妈妈离婚。月月乖，你先和妈妈住几天，2天后爸爸去接你们。真的吗，拉哥哥？当然是真的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月月，我们回家啊，走。月月的病不能再拖了，1周之内，我一定要凑足30万。300块变成30万，对于普通人来讲，或许是件难事，但上医师的我，纵横商界几10年，身价1000亿，肯定不是问题。有了，我记得上一世的这一天，原定在建明中心的无人机表演，临时改到了市民广场，有人靠卖望远镜赚了一大笔钱。现在是下午4点，我要尽快赶到批发市场，全部购入望远镜。10块9毛，1块，5毛。你小子，你存心逗我玩呢？5毛卖你个，我店还开不开了吗？老板，你看你这些东西卖不出去，再过几天肯定坏了，不如你直接卖给我，及时止损啊。那我也不能5毛卖一个呀。那我们各退一步，7毛。7毛就7毛，哎，痛快，来，哎呀，老板，你3轮车借我用一下啊，今天晚上还给你啊。哎，不行，你还给我呀！嘿，我说哥们儿，这破广场半年没活动了，你在这摆摊鬼来呀？望远镜你要不要？20块钱一个，你要的话，给你便宜5块钱。我不要，我看你就是钱多烧的，在这儿能有什么生意啊？官方通知：无人机表演临时改至市民广场，望各大市民前往。找到了，这儿卖的。老板，这望远镜怎么卖的？20块钱一个，童叟无欺。20块一个，谁会买这么贵的玩意儿？真是全要了。好嘞，来扫码就行。到账过去了。元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现在全要了？300块进的货卖了8000，一天翻了20倍，但距离30万还有些距离，我必须要再尽快想办法才行。我记得上一世的这段时间，有一位富二代的限量版奥特曼卡片被保姆当垃圾扔了，就在网上悬赏4万寻找，最后被这家批发店的老板收到，换来7万块。哟，来了哥，上次的货卖怎么样？还行吧，一般般。今天要点什么？老板，你最近收什么好货没有？比如奥特曼卡包之类的。啊，你想？有，当然有。就是他。老板，这东西多少钱？你也算老顾客了，
4000吧。老板，这你就不厚道了。来6000。嗯，那你说多少嘛？5000。500。出门又拐不送。哎，老板，交个朋友嘛，这东西没那么贵的。那是你不识货。哎，你看这工艺，这成色多好。便宜点吧，老板，便宜点，我就拿回去给女儿当玩具了。5000。4000。出门又拐不送。哎，便宜点吧，老板，一口价4500。4500。行吧。来，过去了啊。嘿，哈哈哈哈哈！走了，老板。慢走啊！下次再来啊！真是冤大的，我20收，他4500就要了。国外朋友送的奥特曼绝版卡片，紧急巡回必有重谢，若能巡回4万加金。我靠，这卡片我20收的，本来能换4万，他被4500收走了。我才是冤大头啊！哎呀，嗨，你好，谢谢你啊，这是我女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它对我来说很有纪念意义。账号给我，我给你转钱。你要拿走4万可不行啊。那你要多少？8万。不是哥们儿，你怎么坐地起价呀？4万你还不满足？我这也是从二手市场淘的，人家老板开价就6万8，我问你要8万很合理的。行吧，你要是感觉不合适，那就算了，反正我儿子也喜欢奥特曼。3、2、1，等一下。行，8万就8万，我要了。到账8万元。2天就赚了8万。月月，等我，爸爸一定把你的手术费凑齐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月月啊，你别生气，我一会儿就走。下周1我们就去办离婚，女儿指定是跟我的，离她远一点儿。对不起，小月，我知道我对你的伤害很大，我会用我的余生去弥补的。弥补？你还是留给其他人吧。爸爸，月月好想你。月月，爸爸也好想你啊。你赶紧走吧，我弟马上回来了，他看到你的话，肯定是会揍你的。姓林的，你还敢来？你还缠着我，你干什么？住手！姐，你别拉我，我今天就要收拾你！放下！你不是要对我姐好吗？你就这样对我姐的？这以前是我不对，是我对不起你姐，但我保证，往后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受一点委屈。这话你都说了多少遍了？我今天就要收拾你！李彤，我已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让他走吧。舅舅不要打爸爸。月月，爸爸下次再来看你，你在这儿好好听妈妈的话。你算什么父亲？上一世的这个时间，有人以20万的价格在这里收走了一个废弃音响，我一定要抢先收走音响，高价转手卖掉，就能凑齐月月的手术费。老板，我又来了。怎么又是你小子？嘿嘿，这小子看东西的眼光挺毒的，这次让他心虚，到时候不卖给他，说不定我也能赚几万。上次奥特曼卡片没少赚吧？嘿，一般了。行吧行吧，你自己看，有什么事要喊我。上一世收走音箱的是一名乐器收藏者，
专为自己的复古音响改装用。这些音响年份久远，配件停产，只能高价从别处收购。科多拉321 PT，1996年推出了经典音响，找的就是你。月月的手术费有着落了。老板，开个价。哦，看他的老物件了。这个嘛，我不卖。你不卖？为什么不卖？为什么？就……哦，我知道，你是以为我买这个音响还和上次的奥特曼卡片一样，从你这儿买了，高价卖给某个富二代吧？不知。老板，那样的机遇只有一次，我要是天天有的话，我至于穿成这样？这小子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老板，这破玩意儿你到底卖不卖？不卖我走了啊！来，你出多少？3万。3000。30。不是，哥，你逗我玩呢？这破玩意儿就值30？对呀，老板，你自己都说是破玩意儿了，那就值30啊！不行，多少给加一点啊！哎，行吧，谁让我是你这儿老顾客呢？那就加20。50，我拿走100。要就拿走。那行，100就100。谁让家里边的长辈喜欢这些老物件呢？老板，过去了啊！到账100元。这东西我20使，你找找卖你100，净赚80。嘿，这次轮到你当冤大头了。哥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帮你打包。老板在不在？在的，我就是。听说你们这里有上个世纪的老屋，朋友很喜欢这些，所以让我回来看看路。他所有钱呢？好的，我们这边什么都有，跟我来。老板，音响一会儿给我送过去啊，我有事先走了。这不是我朋友要的那款音箱吗？看样子是被他买走了。朋友，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稍微等我一下。是这样的啊，我朋友也喜欢这款音箱，你看能不能忍痛割爱一下？咱们价格可以往高了报，就当是我朋友。那行吧，让给你50万。什么？50万？成交。我叫曹明，交个朋友。我叫林凡。不好意思啊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强哥。唐明，我要的就是这款，一定要拿下，无论花多少钱，我马上就到。你放心吧，都拿下了，就等你来了。林哥，要不要等等我朋友？毕竟他给你付钱。好。老板，你先帮我打包好吧，一会儿好方便装车。好。 50万，还出50万了，搞定了。我记得前世的催请，倾尽公司的资金收购江城一家老字号的音响店，之后这家店由于经营不善，导致不完阴影，资金链断开。这位呢是林凡，是他把音箱卖给我的。林兄弟，谢谢你啊！为了找到这音箱，我可是费了老大的劲了。林老弟，多少钱？来，我转你。 50万，来。好了，到账50万元。哎，谢总，你最近是不是在和玉梦声乐谈合作？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玉梦声乐看上去是最好的选择。你也这么认为？这部戏不错，但我不建议这么做。为什么？玉梦声乐这段时间运营问题频出，集团早晚出问题。林老弟，你的话我会好好考虑考虑的。来，我送你回去。重生3日，月月的手术费已经凑齐了。当然，这些呢都是小打小闹。这一世，我要打造一个和小月的商业帝国。
明天去民政局，别迟到了。小月，手术费我已经筹到了，明天我们去医院给月月看病。终究还是要走到这一步嘛。但是我不会放弃的。大哥，欠你们的钱我一定还。李彤，你欠虎哥的钱，今天要是不还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姐，月月这几天没事吧？上次治疗之后，最近的结果都挺好的，但是医生说还是要尽早手术。只是这30万的手术费，我上哪凑去呀？姐，你别担心，交给我吧。我上周买了股票，下周肯定涨，到时候就有钱给月月治病。你炒股了？哎，姐，你放心吧，下周等着瞧就行。你们要是再不走，我可就报警了。报警？你报呀！我就不信要债还违法了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爸爸，月月不怕，爸爸给你买了玩具，你去卧室玩好不好？你来做什么？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子，我们是来要债的。你欠他钱了？我就借了他们点钱去炒股，没想到我买的那只股票夭折了。你不是告诉我你是管朋友借的钱吗？李彤，你怎么能借高利贷去炒股呢？我朋友说那只股票肯定涨，我就信了，没想到。你们要债可以，但把事情搞这么过分，就不怕我报警吗？报警？小子，你怕不是来搞笑的吧？大哥，你再宽限几天，欠你们的钱我一定还。不行，今天一个子儿都不能少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走了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会打电话筹钱的，就是能不能宽限2天呀？你说宽限就宽限呀？那我们岂不是很没面子？你们要是再不走，我可真就打电话报警了。报！我让你报，我们又没犯法。还有，龙哥可是你们得罪不起的。行了，他欠你们多少钱，我替他还。你还？你拿什么还？你除了赌博还会做什么？小月，月月的手术费我已经凑齐了。林凡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能不能别在这里吹牛了？月月的手术费要30万，你要是能凑够这30万，月月的病早就好了。就是，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。你要是骗他们，最后受苦的还是我们。小月，你相信我，我真有钱。李彤欠你多少钱？账号给我，我还给你们。35万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什么？我就借了15万，为什么要还35万？小子，你借的可是高利贷。35万呀，这比月月的手术费还要多，这我们还怎么还呀？小月，你别担心，我有钱。都怪你啊！要不是你把家里的钱都败光了，我也不至于连女儿的手术费都没有，李彤也不会去借高利贷，月月出钱治病。你走，我不想看见你。就是，你待在这儿只会让我姐更痛苦。你快走吧。你们在这给我演苦情戏呢？够了！现在立刻马上还钱，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了。钱已经还给你们了，你们滚吧。你个废物，哪来的35万？你当我傻呀？一凡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，这事跟你没有关系，你赶紧走吧。你要是激怒他们，保不准他们做更过分的事儿。林凡，你就别害我们了。我警告你们，今天要是不还钱，你们就等死吧。我说了，钱已经还给你们了，你会不会看看？能不能闭嘴？你看，你老婆都不相信你，还要跟你离婚。我看你身上连250都没有吧？还35万，哼！到账35万元。
佩服佩服，我们走。林凡，你真把那35万还上了？你哪来的钱？月月还生着病，这钱不会是月月的手术费吧？小月，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凑齐的。都是李彤，你怎么会去借高利贷炒股呢？怎么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比我也好不了哪去。你不会又出去借钱了吧？你每次出去借钱，最后都是让我帮你还。我没有借钱，我做了点小生意，挣了几十万。我们才分开几天呀，你就挣了几十万？林凡，你觉得你说的话我会信吗？算了，反正李彤欠你的钱，我们会尽快凑齐还给你的。今天我公司还有事儿，后天我们民政局见。小月，放开！林凡，你上哪来的钱？你不会又借的高利贷吧？别到时候人家上门来讨债。就我这信誉，哪一家高利贷能借我几十万啊？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。林凡，你的余额还有15万。林凡，这次是我对不起你。没事，要不是你是小月的亲弟弟，你又对月月好，我是不可能拿月月的救命钱帮你的。你也替我在你姐面前说说好话，以前是我对不起的，以后我一定改。林凡，我这次真感觉你不一样了。哎，我上班要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等会儿你送月月去下幼儿园啊。哎，爸爸，你给我准备的礼物我很喜欢。哎呀，我的小公主，以后呢，爸爸会给你买更多更好玩的玩具呢。走吧，爸爸送你去幼儿园。徐小月，你怎么回事？公司因为你的一次失误承担了巨大的损失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经理，这本来就是团队项目，你不能只针对我一个人呀。长本事了，居然敢顶撞上司了，你信不信我让你这个月的奖金停发啊？就因为我拒绝了跟他表哥相亲，他就这样排挤打压我。可月月的病需要钱，这周3之前让他们签上字，否则的话你就自己收拾东西滚蛋。菜来喽！爸爸，你做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啊？这是红烧排骨，妈妈最喜欢吃了。好香呀！然后我也给妈妈做。真乖。回来了，汤马上好，可以开始吃饭了。林凡，你不用做这些挽留我们的关系再也无法挽回了。你要是不想看见我，每次我可以提前来，饭做好我就走。这几天我还有事，后天我们民政局见。臭小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爸，你别叫我爸，我女儿真是瞎了眼了，当初怎么会看上你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的话，我怎么知道你们俩要离婚啊？不过啊，这早点离了也好，以你的条件，分分钟就能找一个钻石王老五。现在才开窍，真是猪脑子。爸，别说了。林凡，我告诉你，离了婚，赶紧带上这个小崽子走出去，别耽误我女儿再嫁。月月是我的女儿，我不同意她带走。你是不是傻？离了婚带个娃，你以后还怎么找下家？我就算离婚，我也不会再找。你们都给我出去！出去啊！听见了没有？让你走呢。行，我走。爸爸，不要和妈妈离婚。月月乖，爸爸和妈妈不离婚，爸爸过2天再来看你。臭小子，你在这磨蹭什么呢？赶紧走啊！小月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离婚啊？我现在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下家，只要你们见上一面，这能成。你跟我走。好，我这就走。那你好好的考虑一下，我过几天再回来。爸，老爷赶紧出水，差点不欢迎你。哎，你个赔钱货，你给我等着！走了。走。
妈妈，吃水果。真乖。这水果好像不便宜吧？是谁买的呀？爸爸买的。爸爸？他哪来的钱？玉梦出事了，看到了。现在情况如何了？新闻已经上头条了，而且热度不断扩大。玉梦声乐公司专研音乐设备多年，之前就爆出有公司管理不善的情况，现在全部炸出来了。这一次怕是躲不过去了。还真应了林凡所说的，还好他提醒我要谨慎起见，我才没有收购玉梦声乐，否则我就完了。确实，如果没有林凡给您提意见啊，按照我对您的了解，您一定会全力以赴收购玉梦声乐公司的。这林凡真是我的贵人，没想到如此年纪竟有这般见识，跟他比起来，反倒显得我目光短浅了。这林凡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一定得好好感谢他。这样吧，约林哥吃个饭，见一面。喂，林老弟，我崔强，还记得我吗？崔总，有什么事吗？林老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？玉梦声乐出事了，要不是你提醒我，我现在恐怕已经陷入绝境了。说笑了，我不知道什么内幕，只能说是直觉吧。林老弟，方便见个面吗？行，你说个地方。就来我办公室吧。我记得前世崔强的音响厂因为电路老化导致厂房着火，烧死了10多名工作人员，烧毁了大量珍贵的音响设备，最后倾家荡产。崔总，林老弟，哎呀，太感谢你了！要不是有你啊，恐怕我现在都已经破产了。崔总客气了，只能说你运气好啊。林老弟，这样我给你转300万，就当感谢你了。崔总，我们是朋友，你这样就见外了。对，朋友，林老弟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提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行啊，崔总，那你可得第一个来啊！必须的。崔总，我……林老弟，什么总不总的，咱们又不是外人。行，崔哥，我刚才路过你的音箱厂，顺便看了一下，你的电路是不是有点老化呀？我感觉啊，有必要给电路做一个全面的整体检查，避免安全隐患。林老弟，你是看出什么问题来了？行，那我一会儿安排人去检查。对了，林老弟，一会儿有没有空啊？崔哥，是有什么安排吗？我呀，低价购置了一批集装箱，一会儿要在东海码头拍卖，有没有兴趣玩玩啊？前世的时候，东海码头的集装箱盲盒开出过价值1000万的宝贝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抓住这次翻身的机会。集装箱开盲盒？对，就这意思，都是一些没人要的集装箱，里面可能藏着价值1000万的宝贝，也有可能打开之后什么都没有。这么刺激啊！走，一起去看看。欢迎大家来到东海码头，我是负责人崔强。崔强？难道是那个靠声乐经济做到身价1000万的崔强？对，就是他。没想到他今天居然露面了。今天我们不明牌，用开盲盒的方式开箱，箱子里的货物有些价值几千块，有些价值上千万。价值1000万，这就是纯粹看运气和胆量了呀。那我就懂了，开出宝贝直接赚翻，当然也有可能只开出几千块钱的垃圾。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，这才是做生意的真谛。是赚是赔，全凭各位今天的运气。每个集装箱的起拍价20万起。现在我宣布，盲盒游戏正式开始。我出20万，就这个，我看谁敢跟我抢。我也要这个，我出21万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唐总啊！听说前几天开盒赔了足足几百万，怎么嫌亏的不够多，又来送钱？我乐意啊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看谁出价高。25万、27万、30万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上一世这箱子开出的
全是旧衣服，开箱者血亏了几十万。40万、 45万、 50万。听我的，这个箱子开着。唐明，别买，这个箱子里边都是旧衣服。你说这里面都是旧衣服？小子，买不起别在这里捣乱。小子，你以为自己是透视眼，还未卜先知，说什么是旧衣服？林哥，你第一次来，你不知道我跟萧乾的过往。前几次拍卖集装箱开盲盒，我损失了几百万，虽然是小钱，但这一次我要争口气。50万！唐明，你要相信我就别买，我是不会骗你的。你又是谁？我叫林凡。对，林凡是我大哥。行了，唐明，什么大哥？借口吧。我看你是之前输怕了，所以找这小子来捣乱的吧？就是，买不起就别来，出来玩就不敢喊价，简直是丢人现眼。唐总，你要是再不出价，那这个箱子可就是萧总的了。我听我林哥的，这集装箱我不买了。唐总，怎么现在连50万都出不起了？这么落魄。我是来做生意的，我又不是来烧钱的。我看你就是死鸭子嘴硬吧。你之所以选中这个箱子，不就是看到外面地上的金色颗粒了吗？肖总不说我还没看到，还真有金色颗粒，恐怕这里面是装有金砖的呀。唐总，不得不承认你的眼光很好，猜到这里面可能是价值千万的金砖，所以才找这个小子来说什么你们是旧衣服，装神弄鬼的想要吓怕我，我才不上当呢。刷卡。肖总，这个箱子是你的了。好，你上当了。小子，今天就让你看看，这里面是旧衣服还是金砖。开箱。肖总这下赚麻了呀，这里面都是价值千万的金砖啊！唐总这次可亏大了呀，要是我，一定是加钱继续追。唐明，你看，还真是旧衣服。旧衣服不应该是金砖吗？难道地下的金色颗粒都会骗人呢？这下肖总可亏大了，花几十万买一堆旧衣服。要不是林哥提前告诉我，血亏的就是我，可他又怎么知道里面是旧衣服的？肖总，你可真是好眼光啊！花了45万买了这一箱的旧衣服，你这是要转行服装行业呀？去卖衣服啊？崔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肖总别生气，下次肯定能开得好的。你竟然拿金色颗粒骗我，还钱！肖总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开盲箱本来就是要靠运气，你运气不好，怎么能怪到我的头上呢？唐明，买这个。那你就来试试，我看你能开出什么好东西。这外箱都是划痕，而且被海水腐蚀了，这里面有什么也不可能有贵重物品啊！就算有，也都摔成破烂了，能值几个钱啊？还？唐明，这小子出门没带脑子吧？你还真敢信他的？唐明，你要是不想买的话，能不能借我5万？这个盲箱一开，我立马就还你。帮你同城管用了35万，现在手上只有15万，连盲箱的起拍价都够不了。哎，林哥，我信你，这集装箱我买了，赢了呢，咱俩一人一半。如果有人抬价，我就往里加价，输了就算我的。20万，20万！哎，这个箱子我也要，25万。哎，你故意找茬呢是吧？生意规矩，价高者得，我想唐总明白的吧？唐明，林哥，我说信你就信你。30万，35万，40万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拍了。唐明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会像你一样拍一堆垃圾回去吧？我就是为了让你多花40万。你怎么知道我会亏呢？这里面能有什么好东西？肖总，就你这眼光，我看啊，还是别来开盲箱了。哎，你应该去买彩票，还能给公益事业做点贡献呢。你怎么知道你这兄弟就不会亏？
哎，我帮你们开，我帮你们开。我就说没有什么好东西嘛，你们还不信？唐明，你够可以的，花40万买了一堆泡沫箱，还不如我。小总还是有经验，只看外表就能看出来开箱亏不亏呀？40万买这一堆泡沫箱，唐总可是大出血呀！小子，别以为有点运气就以为自己是气运之子了。林哥，没事儿，人嘛都有运气不好的时候。谁说这里面都是泡沫箱啊？事实摆在眼前，你想反悔？谁说我要反悔了？装疯卖傻，崔强，我看你这好弟弟怕不是接受不了现实，得了失心疯吧？还是回家吃药吧。果然在这里，崔哥，金砖就在这里。还金砖呢？这里面要是真的有东西，那也是更多的泡沫箱。唐明，我看你还是回家做点泡沫箱老板。这小子绝对是疯了！换你买这一堆泡沫箱子，你也疯啊！既然你们都不相信，我就拿给你们看。这不可能！想不到这里面真是价值1000万的金砖啊！这个林凡只用了几10万，转眼就赚了几千万的黄金，价值1000万的金砖，就算唐明给我1/10，月月的手术费也凑够了，剩下的钱可以继续用来投资，钱生钱才是硬道理。崔强，我看你就是故意往这里放一些泡沫箱，这么做不地道啊！拍卖之前我就说过，这些是我花钱没有开过的集装箱，开出什么全凭各位的运气和勇气。好，今天算你小子走运。林兄弟，你真厉害呀！出手就是几千万到手了。崔哥，有些事情还需要你帮个忙。你路子比较广，这黄金几千万，如果销不出去，那也毫无意义。懂你意思，不就是找个买家吗？这大家都说盛世股东，可我崔强就喜欢这金灿灿的金子。这集装箱的2000万我收了。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。来，转给你。好，好了，账户到账2000万元。重生1周，1000万到手。林哥，这次太感谢你了，让我赚了这么多钱。客气了，你这陪我消停了，有机会一起喝酒。上一世的唐明好像是因为癌症去世的。好，唐明，你最近去检查过身体没有？1年前检查过，怎么了？我看你脸色苍白，应该是生活习惯不好，导致肺部出现了些问题。可以啊，哥，你还懂医啊？前世我的泰康集团就是靠着中医起家的，我可是中医方面的专家啊！懂一点，还是去检查一下吧，图个安心。行，我记住了。崔哥，你人脉广，认不认识心脏科的专家？林老弟，你生病了？我女儿有心脏病，上次治疗完，医生说要复查，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就要做手术了。林老弟，我认识一个燕京来的专家，叫李显，是心脏科的权威。他现在就在江城市第一人民医院，我正好在医院附近。你稍等，我马上到。李显，那个京内太医院的专家，国内心脏专科的第一人。崔哥，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。林老弟，都自己人，你客气啥？今晚有空没？你上次帮我赚了几千万，我得好好感谢你。好，那咱们晚上见。这都跑了1天了，脚都磨起泡了，也没见什么商场负责人了。这合同怎么办呀？林小月，1天时间过去了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公司的业绩完成了吗？这不是还没到约定时间吗？还有3个小时，3个小时能干什么？你这个月的业绩在公司垫底，该怎么做不用我多说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当然是带你跟我表哥相亲啊！董丽啊，
如果不是你处处打压我，我在公司业绩怎么可能垫底啊？难道就是因为我拒绝了跟你表哥相亲，你就这么针对我吗？李小月，话可不能乱说，你自己完不成业绩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记住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也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哎呦，李小月，你到底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？你还放不下你高高在上的身段吗？我问你，你除了长得好看一点、身材好一点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呀？哦，对了，你还有一个整天在家里好吃懒做的烂赌鬼老公，他到底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呀？那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吧？李小月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跟我表哥相亲，每天晚上伺候我表哥，我保证以后在公司没有人敢欺负你。董丽，你是真让我恶心！贱人，你居然敢骂我！你干什么？这周围可都是监控啊！监控怎么了？我打的就是你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打的就是你！林凡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他就是经常欺负你的上司，对吧？小子，你完了！我要报警！我要让你牢底坐穿！你报啊，里面都是我的人，你再叫一下试试。林兄弟，这个女人是不是招惹你？我马上找人弄死她！我要报警！我要验伤！我要告你们！报警？好啊，你当街欺负我老婆，我弄死你！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小月，这就是你那个烂赌鬼老公吧？我看就是条疯狗！我警告你们，把我打成这个样子，没有30万，你们都得进去。30万？但我现在给你200万买你命，好不好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这里到处都是监控。闭嘴！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这要是维安员真的来了，怎么办？我才不管什么维安员呢，我只知道他欺负你就是不行。你这是在担心我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关注点在哪里呀？这里怎么回事？这里怎么回事？王总，我本来今天是来找您谈合作的，没想到却被这小子给打了。您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有人敢在我的公司里打人？是的，唐总，就是他。好大的胆子！小子，你完了！唐总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，你敢在唐总的地盘闹事，唐总不会放过你的。林凡，唐总是这家商场的老板，你惹不起的，赶紧道歉认错。没事的，别担心。林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跟他怎么回事？这个女人是我老婆的上司，在公司就处处打压她，今天在商场还欺负她。我要是不给她点颜色看看，我还是男人吗？啊，原来是这样。你放心，林哥，有我在，我给你做主。唐总，你怎么会认识这个小子？他整天在家不务正业，好吃懒做，你可得离他远点啊！你给我闭嘴！这是我兄弟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说我兄弟？我们才是合作伙伴呀！你怎么能替他撑腰呢？这宇创公司怎么就招了你这么个垃圾当副总经理？我现在就给你们公司老板打电话，让他开除你。唐总，这些都是误会啊！你听我解释。喂，王总，你公司竟招一些什么样的垃圾？董丽这个垃圾公然欺负我兄弟老婆，你今天要不给我个交代，咱们以后的合作也没必要继续下去。别啊，董丽这个人我了解，他根本就不是这种人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的意思是我误会他了？那我给他道个歉呗。董丽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赶紧给唐总道歉。王总，这被打人的是我呀，这些都是误会啊！误会个屁！你那些臭毛病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今天最好让唐总满意，不然我亲自把你送进牢里。喂，王总，不服气的话，你可以报维安员啊。林哥，我错了，林小月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跟你道歉。你快帮我跟李唐总说说好话，让他放我一马吧。唐总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，餐饮界的巨头，光是在江城就有36家大酒楼。这样的大佬怎么会跟林凡这么熟？还有他们的装扮，看上去至少也是小老板。嫂子，你要是不解恨的话，我再打他一顿。不用，还不快滚！我滚，我滚！去过医院了？对，检查过了，肺里长了个肿瘤，还好是良性的。哎呀，
林哥，你真厉害，一眼就能看出是我肺的问题。我这以后得好好注意注意了。走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喝酒去。哎，今天这顿必须我请，你得排队了。好，那我先回去准备一下，你们赶紧来。我也撤了，待会儿你过来啊。哎。老婆，以前是我混蛋，我赌博、喝酒，拿你的钱去花天酒地，但这一次我一定痛改前非。我发誓，我林凡这辈子再对你半点不好，天打五雷轰！别这么说，我跟你离婚不是因为你穷，而是因为你伤透了我的心。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弥补过去的错误，好吗？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有事儿之后再说呗。之后再说，我已经失业了，月月的手术费还没有凑够，我已经没有时间了。月月的手术费我已经凑齐了，今天我还约了医院的专家李显，那个心脏科的权威专家，我明天就带月月过去。不是林凡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能不能别在这吹牛了？月月的手术费要30万，你怎么弄？而且那个李医生是医院的大医生，他只给大领导看病的，你怎么让他给月月看病？弟妹，我可以作证，林兄弟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是鄙人崔强，强盛音声集团董事长。崔强，这可是身价过亿的老板，难道真的是我错怪林凡了？姐夫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这是还你的钱。彤彤，你给他钱做什么？姐夫真的帮我把钱还了，以后虎哥不会再找咱们麻烦了。那件事情是真的，你哪来的钱？弟妹，看来你对林老弟的能力有很深的误解呀。他是我见过最有眼光、最有眼见的人了。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，咱们一起去吃饭吧。我就不去了，我回去准备一下，明天还要带月月去检查呢。少喝点酒。放心，我不会耽误明天的事的。林老弟，按理说你赚钱的能力也不差呀，怎么和弟妹关系处成这样？过去的事不提了。林哥，今天这顿强哥非得请，改天我请啊。没事，都是自己人，客气什么？林哥，以后有赚钱的路子带带我们兄弟。你们玩股票吗？未来有只股票倒是很适合入手。股票玩，但是不经常玩。改天跟你们聊聊。林医生，月月情况怎么样呀？需要做手术吗？你放心，孩子不需要手术。检查报告显示孩子的心脏功能一切正常，只是心率有点过快，这是先天发育的问题。原因呢是孩子在母胎的时候营养不良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发育会跟上的。但是他经常会心脏不舒服，上次检查的时候是心脏瓣膜狭窄。孩子在上次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受到过什么惊吓？上一次月月住院就是被我打小月给吓到的。对，这就对了。你们要记住，夫妻的关系一定要和谐，不要给孩子大悲大喜的状态，给孩子营养跟上，父母的关爱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药。你干什么？我对不起你，在你怀孕的时候，很久我都吃不上一次肉，这才营养跟不上，都怪我。你知道改就行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去？在你弟弟家，多少有些不方便。我们这周就搬回去。真的吗？那我去给你们收拾东西。你放心，只要投资一落地，我们立马换房子。下周我妈生日，我要回家一趟，你去吗？好啊，我要给爸妈准备礼物。你怕他们对你态度不好？岳父岳母从来没给过我好脸色，但因为我的原因，小月好几年都没有回去给妈过生日了。放心，我会改变爸妈对我的看法。听说没？销售部总经理被王博开除了。他不是跟老总王博有亲戚关系吗？他怎么被开了？总经理被开了，那我这个副经理自然而然就要成为总经理了。销售部总经理这个位子空出来了，董姐，这个位子有可能是你的啦。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不会亏待各位的。宣布个事，公司销售部李肖月业务能力强，从今天开始升为公司销售部总经理，涨薪30%。怎么是他？谢谢王总。好好干，公司不会亏待你。百亿商城的项目对接就交给你，你可一定要干好了。好，王总，我最近业务能力好，工作也强，百亿的项目能不能交由我对接啊？
我已经定好了，就这样吧。肖月，跟我过来一趟。项目总经理应该是我才对。小月，肖月，你是不是和百亿商城的唐总很熟啊？我跟唐总不熟，是我老公熟。没事，百亿集团的对接，唐总说只认你。谢谢王总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林老弟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经过检查，我们音响厂的电路已经腐蚀老化，多亏了你及时提醒，要不然就要酿成大祸了。哎呀，都是朋友，不用客气。你不也是帮我介绍了心脏科的专家吗？林老弟，你这话可就见外了。你找我有事吗？哦，我看中了一只股票，你要不要跟着投点？好啊，哪一只？健宝发展。我也经常玩股票，可这只股票我从来没听说过呀。哎，没听说过很正常啊。这个公司70%的业务是自来水，剩下30%啊是发电和垃圾处理。哎，查到了，这上市以来这股价基本就没有变动，公司的核心业务没有技术含量，资本都不投，这玩意儿随时能退市吧？相信我，现在入手，等我说抛的时候你再抛。至于赚多少，我不敢保证，但我敢保证的是，它绝对不会亏。哎，林老弟，你打算投多少？我打算把开盲箱的1000万都投进去。全投？这是不是太激进了？就连股神他也不敢保证每次都能赚钱。哎，你要是感觉有风险，可以先投一点，观望一下。不过，机会只有这一次啊。行，我投1000万，输了我就认了。我相信跟着林老弟你，那一定有肉吃。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见证奇迹。上一世，健宝发展可是今年的妖王，股价一路飙，直接翻了10倍。哦，对了，崔哥，我岳父快过生日了，你那儿给我整2瓶好酒呗。这不巧了吗？我车上就有，我现在给你搬去啊。那太感谢你了。崔哥，这酒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哎，林老弟，这酒也就3万多，这点钱用不着酒吧？啊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啊。啊，好。林凡，这酒很贵吧？不贵，也就3万多。什么？3万多？你买这么贵的干什么？你花几百块钱随便买一些就行啊。没事的，你结婚的时候我连彩礼都没有给，你爸爸对我怨气很大，我就让他知道他女儿没有看错人。这是送你的。送我的？阿玛尼，这又得花多少钱呀？你赶紧退了吧。不贵，这是假的，我看着好看就给你买了。喂，哥，下午有空吗？来帮我看看古董呗。好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林凡，我的小哥。这位是萧婷萧老板，今天他来也是想看我出手的东西。唐总，这一下你可有竞争对手了。小子，又见面。那可真是太不巧了。怎么，你们认识了？懒得废话，孙老板，别浪费时间，开始。刘一平，起拍价200万。这宝瓶200万不上。林哥，你怎么看？小心点，别跟我说坏的。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的，能不能拿出点真货？小哥是觉得我这个东西不真？倒不是不真，只是不值200万。那多少？20万。小子，你懂什么？这琉璃宝瓶存世极少，20万，你搞笑呢？那我不管，唐明，你可别买。肖总要是想要，你就让他。既然大家都想要，那就直接下一件。沈州的工装图，起拍价700万。这不错，这技巧，700万很值啊。这2个人该不会是一伙的吧？一唱一和的坑唐明。林哥，这个就在追了。唐明啊，咱们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吧。孙老板那东西啊，
不适合你。小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一副现代的仿作，卖700万，你这节来的够快的呀，孙老板。臭小子，你说我卖假货，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。小子，你说孙老板卖假货，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当然有了，给我点符。臭小子，干什么？孙老板，你不好找啊！欺负我外行坑我是吧？我没有。林小姐，这么走。哎，唐明啊，既然来了，买一件再走。就要那个底座。这个多少钱？50万，没问题，刷卡。小哥让唐总买这个底座，一定具有深意吧？不妨说出来，让我们见识见识。这是如来凤珠。如来凤珠，那是什么？相传盛唐时期，西方来朝就有这么一件器物，代表了王朝的强盛。看这色泽，这质地绝对没错。那这个值多少钱？至少1000万起步。哎，林哥，你真是我的贵人呐！孙老板，你看着也挺聪明的，你怎么没看出来呢？谢谢啊，再见。这小子哪来的？就怪我们好事。这小子又坏我好事。要不是他，唐总肯定被我们狠狠宰掉。我早晚找人弄他。哎呀，林哥，我再给你账上打600万，就当给你的感谢费。不用了，太客气了，唐明。不能计较，你救了我一命，今天又让我少损失好几千万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这孙老竟然敢给我做局，你看出来了？当然，那个萧晴跟那个孙老一唱一和的，跟说相声似的。哎，林哥，那个不早了，我还有事。那个600万，我一会儿托人打给你啊，不能拒绝啊。走了。啊，董丽，你这项链是阿玛尼的吧？3、4万吧，我男朋友送的。哎，萧燕，你这项链好像也是阿玛尼的，而且跟董丽的款式一样。你的多少钱买？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，不贵的，就几百块钱。几百块钱怎么可能买到阿玛尼？我看你这项链顶多也就几十吧。不对呀，地摊货没有这工艺，绝对是正品。王总，你再仔细看看呢，她老公就是个赌鬼，怎么可能有钱给她送正品啊？我就是靠奢侈品项链发家的，真的假的，一看就知道。算了算了，这真假都无所谓的。不能算了，王总，你再仔细看看。李小月，我就不信你老公舍得给你买好几万的正品项链。王总，看看。萧月，你这项链是阿玛尼最新推出的新品，是真的。王总，那这项链值多少钱呀？10万以上。10万？王总，你再仔细看看。她老公就是个烂赌鬼，怎么可能有钱给她买这么贵的项链？我是专业的，错不了。那你再看看我的呢？我男朋友送我的，花了3、4万呢。你这项链该不会是某多买的吧？假的。怎么可能？我男朋友这么有钱，怎么可能给我买假的？假的，就是假的。张科，这个混蛋！老婆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快趁热吃吧。林凡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老婆，我哪里骗你了？我同事都跟我说了，这项链是新品，价值10万，这可是我1年的工资呀！我不要了，你退了。老婆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买都买了，哎呀，你就收下吧，就只当是我弥补你的。行吧，那你以后不许给我买这么贵的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让你骗我。接个电话啊。喂，林老弟啊，股票能抛了吗？
你说是鉴宝发展了，先稳住，不要抛。林老弟，这只股票已经连续几天涨停了，我的1000万翻了1倍啊！等我让你抛的时候，你再抛。行，林老弟，都听你的。嗯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正准备给你过生日呢。老爷，你这样穿的漂亮吗？去，穿这么漂亮有什么用啊？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还知道叫我爸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没跟他离婚啊？爸，哎，你别叫我爸啊，我可承受不起。你叫我爸，我还怕折寿呢。爸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刚才说要给我过生日，那你打算给我送什么生日礼物啊？爸，您喜欢喝酒，我给您买了酒。就你买的这些酒，我看是10几块钱的酒精掺的水吧？你是不是想害死我？爸，林凡给你买的是茅台。你知道一瓶茅台要多少钱吗？要6、7千块钱呢。他林凡一个烂赌鬼，他买得起吗？这肯定是假的。哎，不是爸，不是爸，你听我的，赶紧跟这个小子离婚。王才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，是4岁的一个老板，刚刚死了媳妇儿，你不如趁着现在年轻，赶紧再找一个。喂，老爷，你为什么顺丧我的爸爸妈妈？你一个赔钱货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怎么可以打月月呢？我打他就怎么了？出去，出去！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行，我走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李哥，你这酒摔了干嘛？你个小酒鬼，又去外面喝酒了？这是我女婿送给我的假酒，还说是茅台。这要真是茅台，我现在就从这儿挂下去。嘿，我看看，这可是07年的飞天茅台呀！这酒6000一瓶的，怎么会是假酒？这是暴殄天物呀！这是真的飞天茅台，你们呀，真是糊涂呀！就是他那个穷酸样，能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吗？反正我是不信。我品酒几10年了，是真是假，我还不知道吗？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哎呀，还真是飞天茅台呀！对不起啊，老婆，你道歉做什么？这我爸太过分了，都怪我以前不务正业，让爸对我的态度扭转不过来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啊，我会经常去你爸家走动的，毕竟他是你爸。可是这样会不太委屈你了。为了你，这点委屈算什么？那么接下来我们是打算在家吃饭，还是出去吃呢？我想去外面吃。我的好朋友说，他爸爸带他去多拉图西餐厅吃，那里的东西很好吃，我也要去。多拉图啊，那吃一顿不得上万呀？我们哪消费得起呀？上万而已，我们消费得起，只要小公主想要，我就能满足。老婆，你呀，要习惯这样的生活，毕竟以后啊，会越来越奢华的。林小月，还真是你！这里可是江城最豪华的西餐厅，没有预约吃不上的，而且这里是会员制的，一般人进不来的。我们就一普通人家，哪有钱来这种地方消费呀？倒是你，肯定经常来吧？那是当然，这里可都是顶流人士，久而久之，这眼界和素质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老公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家吃饭吧？一张会员卡而已，这有什么呢？一张会员卡要20万，你们有钱吗？20万呀！我们还是回家吃吧。20万只是起步价，这里的食材可都是空运过来的。这么贵呀？喂，唐明啊，多拉图西餐厅你知道吗？
给我办一张最贵的会员卡。少装算了，多拉图餐厅最高级的可是黑钻卡，年消费要50万以上。你们有钱吗？你看这是什么？恭喜林先生成为柏拉图餐厅最高级的黑钻卡会员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50万啊！我接个电话。林老弟，我给你买了辆车，奔驰，不知道喜不喜欢啊？什么？你给我买辆车做什么？这买都买了，你发个位置，直接给你开过去。行吧。李小月，我男朋友一会儿开车来接我，不然顺路送你们回去吧。啊，不用，我有车。你说的车，该不会是你骑的电动车吧？对。李小月，你老公这么有钱的话，为什么不给你送辆车呢？该不会是他为了充面子，把所有的钱都买了这张黑钻卡吧？不像我男朋友，昨天刚提了一辆大众。一辆大众有啥可炫耀的？大众确实没什么可炫耀的，可是比起电动车来说，我还就炫耀了。林老弟，喏，送你的。啊，这车不错，多少钱？回来转你。哎，不用。老婆，这辆车送给你。啊，送我的？这可是奔驰啊，说送就送。你之前骑电动车风吹雨淋的，以后上下班就开车，顺便接送月月。这车肯定很贵吧？我还是让你朋友退了吧。买都买了，退不了就拿着吧。走，我们去吃饭。林老弟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好。宝贝，路上堵了，我可能要晚点了。你不用来了。李小月，凭什么你就能拥有这么有钱的老公？林凡，我就不信，我凭我的美貌拿不下你。董丽，肖月走了吗？是的。那你提醒他一下，明天110的策划案着急让他别耽搁了。好的，王总。李肖月那个文件要是丢了，总经理的位置不就是我的了吗？哼！文件要是丢了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哼！鉴宝发展经过几天的涨停，今天终于跌了。不过之后还会持续暴涨。这一波操作下来，收益将会很惊人。不过现在的金额距离下一个目标还是有些差距的。时代银光城地处江城6环，周围环境荒芜，开发商卖不出房子，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已经停工3年了。现在的房价还不及江城市场价的1半。不过接下来半个月，这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一定要吃下整座楼盘。你好，先生，您是要买房吗？我看你这房子便宜啊。房子是便宜，但您真的不了解这边情况吗？没事，你就告诉我，你这现在还有多少套房？如果说我把这个楼盘全部盘下来，要多少钱？一共3000多套，全部盘下来恐怕要30个亿。这样，我下周过来，跟你们领导谈一下，无论面积多少，100万一套。我就是这里领导。你是黄成？是的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房地产老板都出来做销售啊。没办法，形势所逼。林总，您知道要把这里楼盘全部盘下来，就算我盘不下来全部，至少我能吃下1半。好的，林总，祝愿我们合作愉快。好。林哥，哎呦，想不到你也在这儿，我正好找你有事。你找我有事？林哥，不瞒你说，我跟你嫂子结婚快20年了，一直要不上孩子，到医院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结果，知道你懂医术，所以想让你帮我看看。好，阿明啊，你把舌头伸出，我看看你舌苔。汤明啊，你有点肾虚啊。
沈西我知道，哥，有法子治一治没？哎，我这有个方子，我给你写一下，你拿过去给你试试。哥，我就知道你准行。这个方子你先拿过去，1周服用3次。本来啊，我是打算公司成立之后再开始生产的，你要是着急，就先拿去用。哥，太感谢了，我就知道没找错人。对了，阿明啊，我这有一个捡钱的项目，你有兴趣吗？捡钱？还有这种好事？是什么项目？先保密，等过2天我跟你说。行。李肖月，百亿那个文件做好了吗？现在着急用。做好了，我马上发给你。怎么回事？谁动我电脑了？我的文件怎么被删了？谁会没事动你电脑啊？李肖月，你该不会没做吧？我真的做了，我昨天明明放在文件里的，我现在重新做肯定来得及。不好了，肖月，你停在地下车库的车被砸了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什么？那个是我老公买给我的新车呀。李肖月，有些人呢就是太招摇，太招人恨了。李肖月，做人要低调。董丽，是不是你干的好事？我的群文件是不是被你删的？我没有啊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肯定就是你干的。你别胡说，我没有做，不要血口喷人。我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你了，但是以后你再这么针对我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就是傍上别人了吗？往床上一躺，双腿一张，钱不就来了吗？你再污蔑我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是李小月，以前那么软弱，现在怎么突然变得强势起来了？撕烂你的嘴！老公，你怎么来我公司了？我中午没事，过来叫你一起去吃饭。你再动我老婆一下试试。她欺负你了？你给我买了这杯枣。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王总，李小月的老公到公司来打人，简直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啊！您就是林先生？我是王博，久仰大名。我老婆在你公司受欺负，你要是处理不好，我就自己处理。放心吧，林先生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这就去调监控视频，看谁敢这么大胆。车库监控不是坏了吗？早就修好了，你居然不知道？我花钱请你们来是来这里工作的，不是让你天天在这里勾心斗角欺负同事。知道是谁干，立马收拾东西滚蛋！林先生，监控调查出来，就是董丽干，你还不承认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既然你不承认，那我就只能报警了。我老婆的车可是新车，车玻璃6000，车灯也坏了，2万，这金额够你进去了。删除公司文件、破坏生产经营罪是要坐牢的，你还嘴轻？我现在就把你带去执法局。王总，我错了，是我该。给肖月道歉。李小月，我会从公司辞职的，对不起。我的车会送去 4S 店定损，砸车的钱1分都别想少。走，跟我去人事部。你这股票都半个月了还在涨，没想到真被林老弟给说中了。要不再加点钱进去？喂，林老弟，还能加仓吗？马上跑，别犹豫。好。都已足2个亿呀！啊，李兄弟，我得请你喝酒啊！客气了，我想买套房，你有认识的人吗？那必须有啊！你要是着急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你去看。好，我去找你。话说林老弟，你股票赚多少钱？不多
也就5个亿。还得是林凡你呀，崔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林老弟，我那个搞房地产的朋友他生病了，今天是去不了了。哎，没事，改天也行。不过我们可以提前在手机上看啊，你看这套房如何？全部符合你的要求。不错不错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算多少钱？现在是6万1平，算下来是1800万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可以优惠到5万1平。哎，别让你吃亏了。哎，现在房子都要清盘了，卖谁不是？吃不了亏的。行，那哪天请你喝酒。哎，把卡给你，来。行，我一会儿让朋友给你办理手续。喂，林凡，我把别人的东西碰坏了，他们要我赔钱。你人在哪儿？我现在过去。你别过来啊！我老公马上就来了。你老公来也没用，赶紧赔钱。哥几个说说吧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的东西拿得好好的，让你老婆给我撞碎了。这可是宋代的古董，价值2000万。赔钱可以，最多给你1万。我告诉你，2000万1分都不能少。2000万，我给你敢要吗？我什么不敢要的？喂，这有人碰瓷儿，来一下吧。我这东西可是货真价实的，就算维安员来了都没用。林哥，你给的药真太好用了，我用完之后浑身舒服。就他们找你碰瓷儿了，这小子怎么把唐明找来？这家伙我可招惹不起啊！张娃子是吧？你皮痒的是吧？敢找我兄弟碰瓷儿？唐总，我不知道他是你兄弟啊。就你这破玩意儿也值2000万。这样吧，我私人给你200。别啊，唐总，我刚刚想起来了，这东西是我没放好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等等，是不是萧晴让你来整我的？你怎么知道？回去告诉他，这事儿没完。哎，林哥，没事，我也先走了啊。来吧。老婆，来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。这是我们的新家吗？好大，好漂亮呀！爸爸，有我的公主房吗？当然有了，小宝贝。妈妈，以后再给我生个妹妹，我就可以搂她一起睡觉了。哎呀，你个小鬼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过去的那个林凡已经不在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竭尽全力的让你们幸福。哇，爸爸妈妈好恩爱呀！老公，我们去商场置办一些生活用品吧。好啊，都听老婆的。那我先带月月去趟卫生间。去吧。为了我后半生的幸福，拼了！我就不信，凭借我的美貌，你林凡不心动。林先生，加个联系方式吧。不用。加一个吧，林先生。难道您不想跟我来一段难忘的时光吗？我说不用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林先生，李肖月那个黄脸婆根本就配不上你，只有我这么温柔漂亮的女孩子，才配得上林先生你。我警告你，再说我老婆一句坏话，别亏我对你不客气。林先生，你消消气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想和你。董丽，你要点脸吧。老公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董丽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老婆，别管他，我们走。林凡，我们走着瞧，你早晚都是我的。林哥，你说的捡钱项目就这儿啊？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？当然了解了，开盘价是江城均价的1半，这么多年卖不出去房子，资金链断了。林哥，你不会是说这房子能增值吧？当然了，阳光城的老板黄成是一个非常讲诚信的人，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想办法盘活这个楼盘。盘
谈活有什么用呢？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跟江城的发展背道而驰啊！难道林哥是得到了什么小道消息？我只是推测，江城的未来发展方向一定会在这边。你看，这里环境优美，必定是发展核心。哎呀，听林凡老弟这么一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得跟投一点。你投我也投，反正我相信你。林总好，我是阳光城老板黄成。这是崔总和唐总。黄总，我们要来做什么你也清楚，咱们就直奔主题吧。好，你真的要盘我这个楼盘？对，但我们不是买房，只占房源。你的意思是100万一套，房源在你名下，但不往前？这样也行。不过我要问一下，你们出资多少？我打算出资1亿，占500套房源。我出1亿100套。既然林哥赌上自己全部身家，那我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。我出3亿。我们3个一共出资9亿，占你900套房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签合同。哎，黄总，我们先要说好啊，这个房子以后无论升值到哪一种程度，你可不要后悔啊。林总大可放心，我黄城办事主要讲究一个诚信。不过我有个疑问，你们为什么跑到这里买这么多房源？我觉得呀，这里缺一个休闲宜居的新区，我相信这里一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，现在总算碰到一个和我想法一样的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记忆中，新区规划近期就会颁发，到时候这处烂尾楼的价格将会瞬间飙升。听林老弟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要发展西边，可是到底得多久啊？放心，要不了多久。哥，这2天有个古玩交流会，孙朗带头，有没有兴趣去看看？不去了，孙朗和萧晴那个会啊，他开不起来。为什么？前一段时间，这个萧晴找人碰瓷儿，欺负我的妻女，碰触了我的底线，我要让他们在江城消失。孙朗办公室有几处制假点，涉及金额10多亿，上一次也是在不久后被查，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案子。这一次，我提前将造假窝点交给维安员，提前送他们俩蹲局子。各位，我们的阳光城配备有高级餐厅，要不我们一起去喝点？好啊，林兄弟，走吧，哥几个聚到一起了，喝点。好。这些人真是蠢货，假东西也买，活该让我们赚钱。1天时间净赚2000万，还是搞这个来钱快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我们的窝点被人举报了。怎么可能？藏得好好的，怎么就被举报了？是谁走漏风声？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，赶紧收拾东西逃吧。你们就是萧晴和孙朗吗？我们是维安员的，你们2个涉嫌古董造假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林凡老弟，我们先回去了，下次再聚啊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代驾快到了。林凡，林凡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跟朋友吃饭，我现在要回去。你喝酒了？喝酒不能开车。要不这样，我开你的车把你送回去啊？不必了，我叫代驾了。你们家离这儿这么远，我们家离这儿近，要不今晚去我那儿坐坐啊？我结婚了，不合适。没什么不合适的，你就跟我去吧，我保证不会让你后悔的。你喝多了，是不是头疼啊？要不然去车里按按吧。滚开！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我今天穿的不够性感吗？董丽，你来我家做什么？林凡上周五喝多了，
吐了一身衣服都弄脏了，我洗干净了，今天特意来还给他。他在你那里喝多了？是啊，喝的还挺多呢。他还在我那里小睡了一会儿。林凡上周确实有意外，回来的很晚。老婆，谁来了？这个女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啊。林凡，你的衣服弄脏了，我今天特意洗干净给你送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？我去问了物业啊。老婆，你们先聊，我回屋了。老婆，林凡，我这么做会不会让你老婆误会啊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想这么多，我只是想把衣服给你送过来。我现在就是上去跟他解释。董丽，我警告你，别来烦我，别来打扰我的家庭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打什么鬼主意？林凡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来？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误会，对不起。现在你知道了，可以滚眼一点了。喂，物业，我是业主林凡，你们今天把一个陌生人放进来了，并且给了我的家庭住址，我会保留追究你们物业责任的权利。对不起，先生，那位女士说是您的朋友，所以我才……她说她是我妈，你也信啊？她现在赖在我家不走了，你们快点派人过来把她赶走。林凡，你真的就这么狠心？董丽，你这些花样对我没用，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，你别逼我动手。行，林凡，走着瞧。林凡，我还从来都没有被人赶出门过。既然你不留一点情面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这个女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，必须永绝后患。老婆，我进去上班了。老婆，你现在心绪不宁的，怎么上班啊？你听我解释，我跟董丽没有半点关系，就是她没事找事。别说了，我相信你。你相信我？老公，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我一定会有很多的竞争者，而且那个女人，她本来就不简单，她就是想让我们两个之间产生误会，她才有机会上位。老婆，你都知道，女人才了解女人，多有手段。只要你的心在我这里，就没有任何人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你放心，我林凡这辈子就你一个女人。老公，别在这里啊。好，我们回房间。虽然董丽这个女人很烦人，但她反而加快了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融合。感谢她，感谢她的全家上下。老公，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。好啊，等所有事情都稳定下来，我们就造孩子。那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都可以啊，正好给月月做个伴。你还来呀？我不行了。老婆，董丽的事情我会彻底解决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来影响我们的感情。老公，我相信你。董丽，既然我甩不掉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林哥，确定了，西边宜居新区确定了，要建公园，还要建学校。昨晚上面刚发下来的文件，现在的开发商都跑到西边抢楼盘去了，光阳光城就融资了40个亿呀，烂尾楼都被盘活了。意料之中，不要那么激动。哥，我投资了3个亿，赚了这么多，我能不激动吗？我们呢，也不要让人家黄总太为难，咱们100万入的，300万出手。至于黄总能卖到什么样的价格，那就是他的事了。这个黄总也算是不错了，咱们啊也别太贪。哥，你真是神人！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林凡，你果然在这儿，这不是给我机会吗？啊，不行，林凡喝多了。我在那个楼上酒店开了间房，明儿啊，你把他送到酒店去，我得给弟妹报个平安。林凡，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？你不是答应过我姐以后不喝酒的吗？你这样回去她肯定会生气的。哎，不是，你谁呀？我是她小姨子，
他喝了这么多酒回去，我姐肯定会生气的。要不这样，我先带他回酒店醒醒酒。行，那既然你是林哥小姨子，那麻烦你了。慢点。按照林哥计划，咱马上就得出发，走。林凡，你现在还不是落到了我的手上？你干什么？住手！除了我老婆，谁也不能脱我衣服。我就是你老婆啊，老公，别着急嘛，等我给你换好衣服，你再慢慢睡。董丽，你干什么？林凡，你不是喜欢我的身子吗？来啊，送给你。董丽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和你什么都没发生啊！你休想污蔑我！我们都这样了，你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有人信吗？你老婆信吗？董丽，你要干什么？很简单，你跟李小月离婚，娶我。你是什么样的女人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我挨过饿，受过骗，所以我渴望金钱。你渴望金钱，你自己去挣啊！你在这霍霍我干什么？我是不会娶你的。不娶我也行，给我10个亿，我立马走。董丽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给你10个亿？就凭这些，你也不想老婆看到这些照片吧？你无耻卑鄙！我就卑鄙无耻怎么了？你给我10个亿，我立马走人，绝对不会纠缠你。我没有10个亿。我刚刚都听到了，你们买房子赚了很多钱，你赚了15个亿。我怎么可能把那么多钱都带到自己身上？我那些钱都拿去做投资了，只有5个亿了。5个亿也可以啊，你先给我，到时候其他的写欠条。银行一下子取不出来那么多钱的。给你写支票，你自己取。你最好不要骗我，否则我就把这些照片发给你老婆。好了，不逗你玩了。崔哥，唐明，进来吧。精彩，简直太精彩了！你们是故意喝醉，然后给我下套。董丽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，你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我的家庭，还敲诈勒索我10个亿，这些证据够你进去待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敢招惹我林兄弟，你就是找死，等你进了局子也不会好过的。我会找人好好整。林凡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不会再骚扰你了。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要，你还是进去反省反省吧。林凡，我错了，林凡。林凡兄弟，你这一手玩的漂亮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女人会来的？她一直跟踪我，我当然知道。这女的挺狠啊，幸亏你及时出手，要不这女的绝对是个后患。好了，感谢2位兄弟今天帮我做局啊，改天我请客。哎，你这就客气了啊！你带我们赚了这么多钱，这点小事算什么呀？走。爸爸，我的小公主，你今天想我没有啊？太想老婆听故事。好，爸爸给你讲故事。老婆，我抱月月先回屋。可爱的小猫公拉长了脸。白天不是才来过吗？老婆，有件事情我没敢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投资出问题了？是好消息，之前我炒股
赚了5个亿。5个亿啊？真的假的？是真的，之前没敢跟你说，是怕你接受不了。然后呢，我又拿那5个亿投资了西区的阳光城。5个亿全投了？嗯。可那是个烂尾楼呀。我知道，但问不对了。上面在那里要建一个新的宜居城，并且规划了重点小学，房价呀翻了好几倍。你猜猜我挣了多少？我猜不着，你告诉我。15亿。15个亿啊！区15亿不至于啊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老婆，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呀。这15亿啊，只是个开始。以后呢，我们还有更多的钱。我的计划呀，也刚刚开始。那我能为你做什么？那你说呢，老婆？讨厌，这个时候你给我好。那你去洗澡吧，我在房间等你。嗯。老婆。老婆，你真美。